小时候要不到的糖，长大了也就不想要了。来自诚意电台。小时候要不到的糖，长大了也就不想要了。这是我从我小表妹身上感悟到的。放假的时候，我带表妹去逛超市，问她要吃什么自己拿。逛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，她在几个柜台前面犹犹豫豫，最后结账的时候居然只拿了1小包薯片。我可以说是相当惊讶了。一般小孩如果是大人带去超市，都是撒开膀子，把平时想吃的、好玩的都装进购物车，没几个像表妹这样只拿了1包薯片，还是小包的。我说，你就拿1包薯片啊，再多买点吧。他头转向柜台又看了一眼，再转回来，低眉顺目地和我说，姐姐，买这个就够了。我一下子不知道要说什么，1包小薯片还不够我塞牙缝的。表妹是从小破家里人说着乖长大的，没有耍过性子，不会随便跟大人要这样的。每次家庭聚会，我都能看见她一个人很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别的熊孩子闹腾腾的，她却知道要帮大人的忙。她和我说，之前和妈妈一起去超市买东西，妈妈都和她说好，只能拿出几块钱给她买零食，她一定要自己选好。其实妈妈给的那些钱，她根本买不了什么，渐渐的她也就不想要了，而且这样还能换回妈妈一个乖的表扬。我想起以前宫崎骏有部特别有名的动画片《龙猫》，故事里的妈妈对爸爸说，懂事的孩子往往更让人心疼，因为懂事的人不是什么都不想要，而是不敢说。其实他也很想要的，只是从前被拒绝太多次了，开始学会了去接受，习惯了看到想吃的东西看一眼就走，对自己说我一点也不想吃，习惯了有神事就憋在肚子里，不然就会给别人添麻烦。可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善解人意的背后是自卑，怕别人不乐意，所以谨言慎行，小心翼翼，不敢提自己的要求，生怕多说一句别人就不高兴了。成熟懂事真的太辛苦了。从小就成熟懂事的人，都是带着疤痕长大的孩子。我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子，97年的，那段时间我们一起朝夕相处，我很惊讶她的表现，一点都不像我们同年纪的人。她和人说话的方式特别老道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太会察言观色了。有几次我们意见不符，她一整天都在照顾我的情绪，反复问我刚才她不同意我的意见，我是不是不开心了？其实在我看来，朋友一起意见不同，这很正常，她却很害怕。后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她和我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，我才真正理解了她。她出生大家，爷爷是一个特别严苛的军人，父母的教育一直都是要让她表现得比一般小孩更成熟，所以小年纪就学会了看别人脸色行事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她才能被奖赏到1颗糖。她和我说的时候，我莫名觉得心疼，抱了她一下，她就大哭了起来，哭得整个妆都花了，和我说，你不知道，我一直都觉得成热懂事好辛苦。我猜你学会成熟和懂事的那几年，一定也这么煎熬吧。就像 A 妹失恋了那一阵，因为男朋友的一句你太不懂事了，她严重怀疑自己，以至于有了新恋情，她都变得小心翼翼，生怕自己做得不好，对方会离开自己。后来我们看到的 A 妹是金牌懂事女友，但谁也不知道在变得懂事过程中，她经历了怎样的过程。我们只知道有一次一起唱歌，当林宥嘉的《天真有邪》里唱到那句，你可知道什么最残忍？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大人的时候，
他瞬间流泪满面。张爱玲有句话说，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，一定会原谅现在的我。可惜大部分的人不会原谅现在不够成熟懂事的你，更不会认识从前虽然任性但天真笃定的你。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是怎样开始读懂成人世界的相处规则，如何去适应那些与你过去相背离的认知，你是怎样学会忍耐和自救，遇事了不再去找人帮忙，而是自己偷偷躲起来哭。你学会了心思细腻和察言观色，但你也过得很辛苦。没有人会关心你变好的过程有多煎熬，他们只想知道现在的你是不是足够好。就像每一个人都想拥有成熟懂事的你，却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陪你长大。你努力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，羡慕那些能够哭闹撒泼的人，但你不行，你要自个儿消化难过，即使很疼，也只能一个人悄悄地哭。几年前《甄嬛传》大火的时候，我看了几集，其中有个片刻印象尤为深刻。那个一直端庄懂事的沈眉庄，喝醉酒以后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，整天清醒克制又有什么用？我就不能醉一回吗？突然感觉一阵心酸。成熟懂事固然讨人欢喜，只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懂事和成熟，还有两个词，叫做委屈和不快乐。因为没人会在意你的情绪和脾气，所以你选择自己懂事。因为没人会心疼和保护小小的你，所以你选择自己成熟。只是你也忘了，太懂事的孩子真的没糖吃。这和好女孩最后只得到了一个好字，坏女孩却得到了所有一个道理。愿你能清醒也能醉，能吃糖也会要糖。愿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，有人爱也有人宠。愿你永远都不用太成熟懂事，愿你永远都是小女孩。